我的亲生父母都活着，可是我却没有爸爸妈妈。5岁那年，亲生父母为了拼个儿子，把我送给了舅舅。从那天起，亲生父母说，别叫我们爸妈，舅舅舅妈才是你爸妈。舅妈反驳，你又不是我生的，瞎叫什么？于是5岁的我变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5岁生日这天，生父母收了500块，要将我送给一对生了傻儿子的夫妇。好在舅舅连夜赶到，将我护在身后。我家2个都是小子，3妹就给我当女儿吧。那时我还没有大名，跟村里其他人家的第3个女儿一样，唤作3妹。后来舅妈曾无数次跟我说，要不是你舅舅，你就要嫁给那家的傻儿子了。你长大一定要孝顺你舅舅，晓得不？舅舅请村里的老人给我取名，宋流珠。他期盼我能成为流光溢彩的珍珠，可实际上我只是平凡普通的卵石。舅舅很好，可舅舅很忙。他每天要开着拖米的拖拉机去各个村子里给谷物脱壳，早上5、6点就走了，有时半夜8、9点才回家。舅妈很凶，总是板着一张脸。大哥那会13，正是叛逆期，基本不搭理我。二哥比我大2岁多，扯我头发，拽我衣服，还往我被子里放死老鼠。我天天盼着下雨，这样舅舅不会上工。有他在，我才感觉那是家。没多久，舅舅送我去读学前班。舅妈脸拉得很长很长，你带回来给口饭吃就算了，还要费钱送他读书，你是钱多得花不完哦。舅舅陪着笑脸，村长说了，小孩都要读，不然犯法的。舅妈依旧骂骂咧咧。我绞着手一言不发，恨不得自己是个聋子。舅舅低声下气，好了吗？别当着流珠的面说这些。舅妈狠狠白我一眼，进了厨房。很快里面传来砰砰砰的声响。舅舅将我拉过去，温声细语，你舅妈就是脾气大，心不坏的。流珠，你以后懂事点，多帮她干点活，她会喜欢你的。放学后，二哥跟一群小伙伴打弹珠打纸板，我则飞奔回家割猪草。你们不知道吧，现在卖10来块1斤的水芹菜，那时田埂边大片大片都是，猪都吃腻了。割完猪草，我得帮着煮饭摘菜，等舅妈回来炒炒就能吃。一到周末，我还要洗全家人的衣裳，装衣裳的桶比我半个人都高。那时田地里有干不完的活，种红薯、翻红薯藤，种花生、收花生，插秧、拔草、打药、双抢。舅舅成天在外面，这些活大部分就落在舅妈的身上。他干活回来累得半死，大哥叛逆顶嘴，二哥上房揭瓦。如今想想，他的坏脾气也理所应当。小孩瞌睡大，很多时候舅舅回来，我都睡着了。早上一醒，我会摸摸枕头下，棒棒糖、滑滑丹、酸梅粉，这是舅舅独独给我的宠爱。这天我一摸，是空的。正是失落，舅妈推门进来，她脸色沉沉，举起手里的棒棒糖，问：你哪来钱买的棒棒糖？你是不是偷东西？我抿着唇一言不发，她气坏了。小时偷针，大来偷金，我非要狠狠打你一回，让你常常记性。她拿起墙角的竹叶扫把往我身上抽。这时大哥吃好早饭要去上学了，他站在门口，变声期的嗓子满满不耐烦：
你是哑巴吗？那是爸给你的，你为什么不说？那天晚上，我听到舅妈低声哭泣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也不见你给我买点糖啊果啊的，你现在对他倒好。舅舅温柔解释，我赚的钱不都在你手上，你要买我也从不说你。那能一样吗？好了，小声一点，别让孩子们听笑话。隔壁声音渐巧，舅舅轻轻推开我的门。我哽咽道，舅舅，你以后不要给我买零食了。他帮我把蚊帐拢了下，大人吵架跟你没关系，你睡吧。后来舅舅带的零食就是双份的，我一份，舅妈一份。二哥嗷嗷叫，我也要。舅舅一巴掌拍上去，你一个男娃吃馍子零嘴。舅妈阴阳怪气，我还是托外甥女的福，要不然没这待遇。但她叼着棒棒糖在婆娘们中就换了面孔，喜笑颜开道，我家新成还把我当细妹子，天天给我买糖吃，你们说她是不是浪费钱？1年多后，生母总算如愿以偿，生了个男孩。舅舅舅妈带我去吃满月酒，生母家的东西几乎被计生办的人搬空了，椅子都是找邻居家借的。但她满脸喜气，总算生了个儿子，看谁还敢在背后嚼我舌根。表弟已经取了名，叫张伟，他又黄又黑，脸上还有很多绒毛，活像是一只猴崽子。我不懂，为什么还被夸可爱？我几乎本能地叫了一声妈妈。生母的笑容马上凝在脸上，别乱叫，现在舅舅舅妈才是你爸妈，晓得不？舅妈皮笑肉不笑，她又不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也别喊我妈。所以，到底谁才是我爸妈？最后是舅舅拍拍我的背，找你姐姐们玩去吧。客人们都被招待甜酒鸡蛋，他们碗里都握着2个鸡蛋，我的碗里只有稀拉拉的糖水。如从小到大的无数次一样，生母道，家里鸡蛋不够，再说小孩子吃太多鸡蛋不好。厨房灶上火快灭了，你快去帮着烧一把。我当时觉得哪里不对，却又说不上来。小小的我还不知如何去反抗父母这样的权威。后来是舅妈到厨房，将被火烤得满头大汗的我拎起来。她揪着我耳朵，特意给你买的新衣服，你跑到这里玩火，来做客都不老实。她嗓门很大，生母很快被吸引过来。她面色尴尬，是我让三妹烧火的。舅妈松开我，面色淡淡的，哦，那好吗？她是你女儿，以后还是留下给你烧火。生母脸色微变，赶紧道，我就是让她搭把手，都已经送给你们的姑娘，哪有要回来的道理？两人你来我往，将我像物品一样推脱。最后生父来了，他拉长脸，嫂子要是不收，我还是把他送到张麻子家去，还能收500块钱，正好给小伟买奶粉喝。回去路上，舅妈一直在说我，到底还是亲生的，不给蛋吃也愿意给他们干活。你再乖有模子用，他们还不是像丢垃圾一样把你丢了。3个女儿，独独不要你，啧啧。我坐在自行车前杠，夏日的热风兜头往我眼里钻，弄得我眼睛又酸又涩。从那天后，我有舅舅舅妈，有姑姑姑父，却独独没有了爸爸妈妈。舅妈平时倒也还好，只是每到开学时，她脾气就格外暴躁。那会义务教育已经普及，可读书还是要交钱的。3个孩子一起读，对于农村的父母来说，压力巨大。舅舅总要花点时间，说服他继续让我读下去。每到暑假，生父母会邀请我去住一段时间。我想拒绝，舅舅会说，他们毕竟是你爸妈，也是想你才喊你回去。生父母家只有一个3叶吊扇，夏天天热，一大家子便把凉席铺在水泥地面睡。
我睡在最外边的角落，几乎感受不到风，只能闻到满屋子的汗臭味。他们也并非想我，是暑假双抢家里活多，抓我回去帮忙。对外却还要做面子，三妹是客，不能让她下地干活的。的确是不用去田里收稻子，我得在家洗衣服、做饭、喂猪、晒谷子。双抢结束，他们又忙不迭把我送回去，不能住太久，不然你爸妈要寒心。每次回去，舅妈都要阴阳我至少半个月。日子疏忽而过，小学4年级的暑假，大哥中专毕业，去厂里上班了。地里的稻子已经金黄色，垂下了重重的头颅。生母一大早骑着自行车来了。三妹放暑假了，我接她去我那边玩几天。舅妈拉着脸不说话，舅舅笑了笑，那刘珠，你去收拾几件衣服吧。生母笑呵呵的，不收拾也没事，她2个姐姐都有衣服。趁着舅舅舅妈不在，生母拉着我的手低声道，你留在舅舅这，不得让你下地，跟我回去，不用晒太阳多好。舅妈端着凉茶从厨房出来，看到了这一幕。我甩开了生母的手，大声道，我不想去。大哥上班去了，家里人手不够，我今年要留下来帮忙。你这孩子怎么不识好歹？生母说着，伸手紧紧抓住我，我还能害了你？舅妈快步上前，一把扯过我，刘珠不想去就别勉强，放寒假时再去你那玩吧。这年暑假，我陪着舅妈收稻子，村里人都打趣，哟，头一回看到刘珠下田。舅妈大嗓门，养她几年，帮我干点活不是应该的吗？从那以后，我暑假没有再回过生父母的家。舅妈纵使对我没时磨孝义，可每到过年，都会为我添一身新衣。不像生父母，那5年，我从来都是穿2个姐姐剩下的。小裤破了好几个洞，都不给我换新的。谁好谁坏，我还是分得出来。我小学毕业那年，二哥考上了1中，大哥打了2000块回来，说是给二哥当学费。他在厂里工作辛苦，工资也不高，2000块不是小钱了。那年他满了20，舅妈开始着急给他娶媳妇。大哥总说不急。夜深人静，舅妈跟舅舅哭诉，家里要啥没啥，还有2个读书的，哪有姑娘看得上，他该不会打一辈子光棍吧？舅舅宽慰他，还小吗？我不是也23才跟你结婚。小什么小，他同学现在孩子都2个了。二哥高中是寄宿，他长大后性子稳重了些，那会非主流正流行。每到放学，校门口总是有那么一群染着黄头发，耳朵上全是耳钉，眼圈黑漆漆的男男女女。我一般都绕着走，但11前最后一天，我打扫卫生走得晚，领头的女孩拦住我。她嚼着口香糖，拽着我头发，问有没有钱。我使劲摇头。那把你这辫子剪了吧，也能换点钱。她拖着我往旁边的理发店走，就在这时，一道洪亮的嗓门响起，你们干嘛呢？二哥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而来，一个脚刹，在我面前停下。泥巴地扬起一层灰。他很凶，还不松开我妹。回去的路上他一直训我，你反抗呀，你喊啊踢啊打啊，别任由他们欺负。训到一半，他又叹口气，算了，还是别反抗，辫子还能再长，人比较重要。第2天，他带我去找他初中同学，一个胖胖的，满是纹身的黄毛，也经常在我们学校门口活动。从那天开始，哪怕我从他们面前过，也没人拦我。到了初3，婆娘们开始议论我了。刘珠初中快毕业了吧？你舅舅舅妈这几年养大你不容易，到时候要孝顺他们晓得不？他们也会跟舅妈说。
留珠长得漂亮，性子又乖巧，明年就能出去赚钱，到时候你老大彩礼钱不就有了？舅妈大声道，这些年我莫亏待过他，孝顺我们也是应该的。小学时，舅舅上门打米的生意很好，可现在好多村里都有电动打米机，村民们会自己用3轮车拖着稻子去打米，随到随打，便宜又方便。舅舅的打米车也有年头了，3天2头就坏，生意一年不如一年。二哥念高3了，成绩不错，有望考个好大学。舅舅一方面很高兴，另一方面也为他的学费、生活费发愁。我想，我应该会跟生母家的2个姐姐一样，初中毕业后就进厂吧，然后过个1、2年，相一个彩礼出得高的男人，嫁人生子。因为存了这念头，期中考试我成绩都下滑了。舅舅拿到成绩单，狠狠拍了下桌子，你书就是这么读的，退步了20多名。你这样连考一中的资格都拿不到。那时乡下初中考一中，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。根据学校往年的录取人数，会分配一定的名额。我们学校一般是30个左右。反正初中毕业就要去打工。舅舅瞪大眼睛，你听那些婆娘们乱说，只要你考得上一中，我砸锅卖铁也送你去读。我瞟了舅妈一眼，她阴阳怪气，看我做什么？我们家你舅舅当家，这就是默许了。我眼睛一下就红了，哽咽道，我会好好读的。那天之后，我几乎是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，成绩也迅速回升。家里的活，舅妈也不怎么让我干了。她没个好气，被你舅舅知道我使唤你干活，又要骂我。我这不是养外甥女，我是养了个公主。二哥高考结束，分数不错，考了个省内的985。舅妈那叫一个扬眉吐气，脸都快笑烂了。我也顺利拿到了考试资格。考一中要去县城，老师带队住宾馆，吃饭住宿都是钱。我们订的宾馆大约许久没住人了，被子都是霉味。夜里天花板有老鼠在爬，一晚上窸窸窣窣，我几乎都没怎么睡。考试结束回到村，我脸色煞白。舅妈啧啧，看这样子是没戏了。好几个同学邀我一起去广东打工，有热心的婶婶还给我介绍对象。舅舅说再等等，成绩出来再说。很快到了我16岁生日，这天生母上门了。她还在镇上买了个小蛋糕，我还以为她是心里有愧，在补偿我。没想到酒足饭饱，她道出来意，三妹初中毕业，也满16了。我给他看了一门好对象，那个男的25，之前出了车祸，走路有点一瘸一拐，但彩礼钱能出到15万。2007年，小乡村里的15万是一笔不小的钱了。生母满面春风，这钱到时候我们一人一半，刘光的大学学费、生活费不就都有了？反正三妹也考不上高中，去打工也不知道要几年才能赚到这个钱。他就当着我的面说这些，如多年前一样，把我当一件奇货可居的物品。我气得脸色涨红。生母还在眉飞色舞，三妹虽然那男人有点瘸，但是条件很好的，那场车祸他拿了几10万赔偿款，你嫁过去就是好日子，我生了你还是要为你打算不？我咬着牙，我会考上的。生母嗤笑，算了喽，你小时候不知道多蠢，1到20都数不清，考得上一中才怪。你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你几斤几两重我还不知道。我的确蠢，我竟然以为对于送走我，他会良心不安。眼泪滚落，我大声吼，考不上一中我就去打工，我才不嫁人。你5岁就不要我了，我赚钱给舅妈也不给你。正是情绪爆发，家里的座机响了。
是班主任打来的，宋留珠，中考成绩出来了。他停了一下，我的心高高悬起。然后听得他说，你考上了，我们学校考上10个，你是第2名。额头热汗汩汩而出，我伸手一擦，发现自己竟然哭了。舅舅抢过电话，又问了一遍。得知成绩后，他连连点头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感谢老师栽培，感谢感谢。舅妈不知何时也凑了过来，贴在话筒背面，听完后盯我一眼。你回来脸色煞白，我还以为没戏了。生母表情怔怔的，喃喃道，从1到20都数不明白，还考上了1中。他眼珠子一转，一个高中生，一个大学生，你们怎么供得起？要我看，还是让她嫁个好人家算了。二哥一直在隔壁睡觉，他一向不喜欢生母。此时猛地拉开门，她现在是我妹妹，是嫁人还是读书，跟姑姑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学费可以贷款，生活费可以自己赚，不用她牺牲。你知道考1中有多难不？刘珠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才考上的，你说不读就不读。舅舅装模作样训斥，刘光，怎么能这么跟你姑姑说话，没礼貌。那会亲戚间就是如此。举语不断，可明面上极少撕破脸。生母脸色红红又白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道，姑姑，就算我要嫁人收彩礼，钱也是给舅舅舅妈，你已经把我送出去了，不能再卖我一次吧。生母被气走了，一路骂我白眼狼，还说舅舅舅妈花钱送女娃读书，肯定是脑壳烧坏了。舅妈晚上杀了1只下蛋老母鸡，给我加了个大鸡腿。吃吧，记得以后彩礼钱都要给我。村里的婆娘们也劝舅舅舅妈，儿子读大学要那么多钱，还费心费力养别人家的姑娘，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亲生妹子都不一定送去读书，一个外甥女这么上心。录取通知书上附有费用清单，一开学就要交学费、住宿费、杂费，共计1800。舅妈的脸黑得像是锅底，我去哪里给你搞这些钱？你以后工作，工资要全部上交小得部。二哥的学费可以贷款，生活费还是要准备的。穷的时候1分钱都难死英雄好汉。舅舅四处筹钱，有人说找你家老大要点撒。舅舅干笑几声，送子女读书是父母的责任，又不是他当哥哥的责任。我们没钱支援他娶媳妇建房子，已经是对不起他了。二哥去县里给人做家教，顺便在网吧打工，晚上就睡在网吧的沙发上，可以省房租钱。我也想出点力。正好这天村里来了收头发的，我头发又浓又密，留了5年，快到后腰那么长了。讨价还价后80块卖了。我拿着钱满头大汗跑回家，舅妈正好从地里回来。我把钱递给她，舅妈，我把头发卖了，卖了80块钱。舅妈擦擦手，撸了几把我的后脑勺，哪个杀千刀的，把你头发剪这么短？没关系的，舅妈，它还会再长，而且你不是总说我头发太长，掉的家里到处都是。我带你去理发店修一下，太丑了。不用了，舅妈，你拿剪刀给我随便剪剪，别浪费5块钱了。那个傍晚，红霞漫天，舅妈借来新剪子，给我修头发，一边修一边骂。先骂收头发的不是个东西，又骂我是个蠢货，任由别人乱剪。骂着骂着，她声音低了，以后你这头发还是留起来，细妹子当然是长头发好看，家里不缺你这80、100。二哥回来看到我大辫子没了，气得半死。你干脆剪个平头算了，这发型从背后都分不清男女。生母知道后也骂我蠢，你头发那么长那么多，至少可以卖150块钱。高中3年，
我头发一直也没留长，因为短头发更好打理，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。后来是大哥转了1000块回来，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。进了高中我才知道，人与人是不一样的。很多同学暑假就上了补习班，提前学过高中的内容，他们轻松跟上老师的进度，而我却像是年迈的老黄牛，吭哧吭哧往前赶。老师更多的是照顾优等生，不会顾及我们这些差生是否理解。1个月下来，我的自信心几乎土崩瓦解。11时，二哥回来了，我抓住机会问他题，问着问着，情绪就低落下来。学不完，根本学不完。二哥放下手里的笔，刘珠，我刚念高中时也跟你一样，觉得自己蠢，有很大的落差感。我什么都想学好，想证明自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学习也该有所侧重和舍弃。他告诉我，到了高2就会文理分班。学理科的，文科科目基本不会接触，只要统考及格就行。所以我完全可以从现在就做选择，先人一步，提前夯实基础。理科相对好就业，文科记忆性的东西多，更适合女生，你自己选。那个夜晚，繁星漫天。二哥说起过往，轻描淡写。可他当初一个人翻过这些高山时，一定千难万难吧。如今他握有明灯，马上回身来指引我，希望我能少走弯路。我决定原谅他小时候在我被窝里放死老鼠的事了。我想好就业，我想多挣钱，所以我选择了理科，放弃了历史、政治和地理。因为科目少了，我的精力更集中，学起来压力要小了很多，也能明显感觉自己的进步。但期中考试排名，我在班级40多，因为文科太拉胯，将总分拉低。生母得知我成绩后，啧啧道：“我早说了，他不是读书的料，这个成绩怕是只能考个3本吧。”村里人也道：“宋达米家里的钱肯定是用不完，烧得慌。刘才到现在还没结婚，他们倒是不急。”怎么不急？舅妈都快急死了。她思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家里条件太差了。高1那年的寒假后，舅舅也跟着包工头干活了。工地上日晒雨淋，几乎没有休息，很辛苦，但1个月有3000来块，比打米赚钱多了。舅妈则在工地上给人煮饭，除了工资之外，她还能捡点废铁丝之类的，算下来也有近2000的收入。舅妈把我的生活费涨到了300，你二哥那时候才给250，等你工作了，这钱要5倍还给我，知道不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相处这么多年，我渐渐摸清他的脾性，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高2那年寒假，大哥总算带了个女友回来了，舅妈乐坏了，张罗结婚的事。可那女孩要求10万彩礼，在县城还得买套房，这大大超出了舅舅舅妈的能力。舅舅坐在屋檐下抽了整整1包芙蓉。漫天飞雪，明明那么轻盈，落在他肩上却重若万钧，压弯了他的脊梁。生母又有话说了，你们要是听我的，不送刘珠读书，让她嫁人，现在也能娶上儿媳妇了。他又给大哥出主意，你先把她肚子搞大，有了孩子1分钱不要，她也会嫁给你的。那会村里有不少男人就是这么结婚的。好脾气的舅舅第一次发了火，你闭嘴吧，以后我家里的事你少掺和。生母骂骂咧咧走了，我都是为你们好，不识好人心。这门婚事最后没成，大哥很萎靡，直接辞工了。舅妈很伤心，头发都白了好多，她都快26了，难道要打一辈子光棍？大哥辞工后签了网线，买了一台2手电脑。村里的唾沫星子快把我家埋了。
一说舅舅舅妈猪油蒙了心，养我这个没出息的外甥女，结果把儿子搭进去了。二说大哥彻底废了，不赚钱，天天窝在家里玩电脑。舅妈四处托人给大哥相亲，可十里八乡的一听家里的情况，纷纷拒绝。舅妈担心大哥想不开，工地的活也不去干了。大哥白天睡不醒，到了晚上则键盘敲到飞起。舅妈实在忍不住，劝他，女娃还会再有的，你要振作，不能整天玩电脑。我不是玩电脑，我是在写小说赚钱。大哥说在流水线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，他要做点有前途的。舅妈不信，我想看看大哥写什么小说。大哥不肯，这不是你西妹子看的。我也将信将疑。也是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，那时网络监管没现在严格，大哥写的是擦边小说。爆竹声声辞旧岁，转眼又是1年。我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。高2分班后，我进了理科重点班。丢掉拉胯的科目后，我的排名直线上升。文理分科时，我排在年级98。高2第1期期末考，我排在76。高2学期末，我排62。高3的第1期期末考，我排年级55。越往上走越难，稳住不后退已经要咬紧牙关，想要再往前一步，更是感觉要突破无数皮筋的束缚。我时常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精进。年夜饭桌上，二哥宽慰我，要放平心态，你只要稳住这个分数，考个末流985没问题。这已经很优秀了。有时候压垮我们的，不是外面的秤砣，而是你心里那根沉重的稻草。那天晚上，天天玩电脑的大哥坚持给我500块压岁钱。刘珠，拿去买糖吃。其实我早就不爱吃糖了。我与大哥相差8岁，从小相处并不多。或许他记忆里的我，始终是那个偷偷躲起来吃舅舅买的零食的小女孩吧。舅妈四处跟人说，大哥用电脑写小说可以赚钱，可没人信。没听过玩电脑还能赚钱？是的，好歹是个中专生，我儿子初中毕业，现在也能拿2000多一个月。刘才看来是废了，以后怕是会成没人要的老光棍。这年初2，生母寻惯例回娘家，他将我偷偷拉到一边，塞给我100块，这是给你的压岁钱，好好收着，别让你舅舅舅妈知道了。拿去买几件漂亮衣服，买点好吃的。我扔回给他，我不要，再说100块买不了你说的这么多东西。生母脸色尴尬。后来我偷听到生父问他，你把压岁钱给那个赔钱货干吗？生母道，你懂什么？他万一考上好大学，现在打好关系，以后他赚钱了，不帮小伟一把？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正月初6我就开学了，学习越发紧张。现在回想那100多天，似乎是一眨眼的事，可身处其中时，时间好像无比漫长。那些怎么都做不完的试卷，让我有一种错觉，高考永远都不会来。然而它还是来了。明明才6月，天气却异常闷热。考场外的树梢上，蝉鸣声不断。我想起4岁那年，大姐带着我一起去捡蝉蜕。这玩意能入药，可以换钱。捡着捡着，我们就走散了。夜色侵袭，林间暗淡。我一边哭喊，一边摸索回家的路。不知摔了多少跟头，才总算从密林里走出。跌跌撞撞进了村，远远地看到了家。堂屋的灯亮着，生父生母和2个姐姐正在吃饭，一人占据桌子的一边，满满当当，如此和谐。好像我本来就是不存在的。老天爷打盹了，给我安排了错误的位置，错误的家人。好在瞌睡过后，
他修正错误，把我放回舅舅家。舅舅舅妈和2个哥哥才是我命中注定的家人。为了他们，我一定要考出好成绩。考试那几天，我感觉自己像是蓄得满满的一池水，哗哗哗地往外放。等4场考试结束，所有的水都放完了，身体空空如也，连灵魂也像是飘在空中，空虚无比。我茫茫然从考场走出，听到一声熟悉的呼喊：刘珠。我抬头，在几百个等候的家长中，一眼看到了舅妈。日头西斜，落在她斑白的头发上，她额头上全是汗珠，抬起胳膊朝我招手。我飘荡的灵魂一下落在了实处。啊，原来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我，纵使天涯海角，亦有所牵挂。舅妈骑摩托车带我回村，絮絮叨叨的：我跟你舅舅为了供你读书，受了多少闲话，吃了多少苦。你以后要是不孝顺，要遭天打雷劈晓得不？夕阳落幕，光芒万丈。我搂住舅妈的腰，脸缓缓贴住她后背，轻声回：知道了。舅妈不再说话了，只有夏天的风送来她衣服上洗衣粉的气味。出成绩那天，舅舅请假回村，舅妈起了个大早，从早上5点多到中午12点，她1分钟都莫停，嘴里也絮絮叨叨，同样的话翻来覆去说10几遍。总算到了点，大哥打开查分的网站，输入证件资讯后，跳转的那10几秒，屋子里真落可闻。语文125，数学123，英语139，理综251，总分638。那一年，理科的一本线是567，跟我平时的成绩差不多，算是稳定发挥。那一刻，舅妈红了眼眶。村里一群没见识的婆娘，我倒要看看谁的女儿能有我外甥女有出息。那个下午，她戴着草帽在村里窜，见个人就唉声叹气，刘珠考了638分，又要供她读大学，好烦躁嘞。综合班主任和二哥的建议，我填了二哥隔壁的那所985。舅妈坚持给我办升学宴，她美滋滋的，这些人有点屁事都办酒，我们家这么大的喜事还不办喽？到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所有人，以后你会孝顺我跟你舅舅，气死那群嚼舌根的婆娘。宴席开了12桌，村子里婶婶大娘变了嘴脸，艳羡之声不绝于耳。你这个外甥女莫养错，你们夫妻养出2个大学生，真的厉害。刘珠一看就聪明，我早就说过她考得上。等他们2个毕业了，你们夫妻以后的日子不晓得多好过。你舅舅舅妈就是你再生父母，你以后一定要孝顺。气氛正是热烈，喝了几杯啤酒的生母一把握住我的手，她眼眶通红，满脸疼惜。三妹，你能考上大学，妈妈真是太开心了。你这聪明劲跟我一模一样，妈妈早就知道你考得上。她抹撒着我的手，妈妈当初为了生弟弟，不得已把你寄养在舅舅家。其实我一直好挂念你，早就想把你带回家，又怕影响你的学习。你是妈妈生的，我们一家人还是要在一起。今天你好好谢过舅舅舅妈这么多年的照顾，以后就不麻烦他们了。你跟我回家。他拽过一旁大吃大喝的表弟，小伟，快喊你姐姐一起回家。张伟瞟了我一眼，又不是考上清华北大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吧。大姐拉着2个女儿，挺着大肚子也过来了。三妹，他们是你亲生爸妈，你为人子女可不能记仇，以后咱们以一家人团团圆圆的。我脑瓜子气得嗡嗡响。我知道他们下限低，莫想到可以不要脸到这种程度。更搞笑的是，还有人附和：养是恩，生也是恩。
你是大学生，以后出息大着呢，两边的父母都要孝敬。生母皮笑肉不笑，当然要记得舅舅舅妈的好，但要是我莫把你生下来，你也不会有今天。主要还是要记得我和你爸爸。他伸手拉我，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我一把就甩开了他。姑姑、姑父，我记得当初把我送走的时候，你们说以后再也不是我爸爸妈妈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们从来没问我的学习，没给我出过1分钱的学费，莫给我买过1双袜子1件衣服。我初中毕业那年，你还想卖了我换彩礼钱。这10几年都是舅舅舅妈在养我教育我。我说着说着都哽咽了。我高中3年，舅妈一身新衣都没买过。现在我考上大学有出息了，你们跑来认我了。你们打的什么主意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声调拔高，你们想着现在对我好点，等我毕业赚钱了，就趴在我身上吸血，让我替你们养儿子，是不是？做梦，想得美！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们。生父气死了，抬手就要来打我。你个小杂种，老子是你亲爹，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？舅舅舅妈和二哥上前，一把拦住他。沉默寡言的大哥则一把将我拽到身后。生母忍着不快陪着笑，小伟是你嫡亲弟弟，你帮帮他也是应该的。妈妈当年是不得已，现在向你赔罪，好吧？说着，他竟屈膝要下跪。今天他要是跪下去，我的名声就彻底臭了，村里人肯定会道德绑架，让我认祖归宗。以后我再也甩不开这恶心的一家人。我气得眼珠子通红，恨不得一刀把这恶婆娘给剁了。就在这时，舅妈冲上去，一把薅住了妈妈的头发，跟她滚成一团。宋春华，你少给我来这套。看在刘珠的面子上，我刚才一直忍，但你实在是太不要脸了。你把我跟你哥当模子冤大头，千辛万苦替你养大了女儿，到了摘果子的时候，你就想搬回家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刘珠以后的彩礼钱都要交给我，赚的工资也是我的，老娘养了他10几年，这是我该得的。你要把他带回去也可以，你一次性给我10万，这女儿我就海你。吃瓜群众们此时反应过来，纷纷上前拉开两人。舅妈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，嫁到宋家来累死累活这么多年，以前老太太欺负我，现在小姑子算计我。她哭嚎着这些年为我的付出。7岁那年我高烧晕厥，大冬天她打赤脚抱着我狂奔5里地去找村医。10岁那年下暴雨，她去学校接我，回来的时候涨水，她背着我差点被洪水冲走。腿上被树枝刮的伤，现在还有一个疤。初中那几年，她几乎一个人料理了10几亩地，就是为了多赚钱点补贴我的学费。高中那会在工地上，大中午12点，太阳火辣辣，她戴着草帽去捡钉子卖废品。我挖心挖肝养大的妹子，你说带走就带走，这日子还有什么过头？我不如去死。众人大惊失色，我亦是脸色煞白。大家一边安抚舅妈，一边七嘴八舌指责生母。你这个婆娘没良心，要逼死你嫂子你才舒服是吧？这10几年你莫养过刘珠，莫操过心，凭模子要回去。你要真的在乎她，这么多年有的是机会带刘珠回去。生母还是不甘心，她是我亲生的，我还是舍不得。放屁，是舅舅。他气红了脸，是舍不得他的人，还是舍不得他以后赚的钱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你要是再这样算计，以后这里也就不是你娘家了。生母脸色一僵，不敢置信看向舅舅。舅舅脾气好，且大了生母好几岁，对他一直很包容。生母舔了舔嘴唇，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三妹，
过去都是我错了，我如今认你回去，也是想给你舅舅减轻负担。我跟你爸爸负责你大学生活费，你大哥玩电脑不赚钱，二哥又还要考研究生，你舅舅舅妈负担好重。我嗤笑，那学费呢？生母讪讪，学费不是能贷款？你看，他把一切都算计得明明白白。一个月几百块的生活费，就能换一个大学生女儿下半辈子当牛做马，多值！大哥皱着眉，谁说我不赚钱？你们等下。说着，他从卧室拿出一个书包，从里面掏出5叠整整齐齐的100元大钞，就这样随手扔在铺着红色一次性塑胶桌布的团桌上，酷酷地说：刘光，你放心去考研究生。刘珠，你大学学费、生活费归我负责。5万块可不是小钱。满场寂静。生母看着一桌的红票子，狠狠吞了下口水。舅妈拿起钱摸了摸真假，怔怔发问：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大哥耸耸肩：我早跟你们说过，我写小说赚钱的呀。大哥还给舅妈交过生活费，可舅妈以为是他打肿脸充胖子，交的是以前在厂里工作存的钱。舅妈眼泪唰的就下来了。好好好，弟弟妹妹读书不关你的事，这钱我给你存着，以后买房娶媳妇。他把钱都收起来，生母眼珠子就一直跟着钱跑。舅妈往里屋走，生母也跟上去，陪着笑脸：嫂子，嫂子，我准备给小伟盖个房子。舅妈停下脚步，冷冷看他：谁是你嫂子？我可没有你这样臭不要脸的妹妹。这钱是刘才的老婆本，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抠走一分。估摸着舅妈已经将钱锁好，我推门进去。她正一边梳头一边抹眼泪。我站在门口，绞着手：对不起，舅妈。她虽然平时大嗓门暴脾气，但实际是个要面子的人。她从来不跟人诉苦，更不会撒泼打滚。刚才那样的行为是降了身段的。舅妈背过身，用皮筋绑头发，再回头脸上已经抹了泪痕。她凶巴巴地训我：对付你姑姑那样的人，就要以毒攻毒。你跟他讲道理没屁用。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你要是耳根子软去帮他养儿子，我就一巴掌呼死你，晓得不？我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知道了。哭模子，大喜的日子。他用袖子给我擦眼泪，擦着擦着自己的眼睛也红了。不用哭，我们宋家以后都是好日子，他们个个都要羡慕。他摸摸我的头发，高考也考完了，这头发以后留起来。细妹子还是长头发漂亮些。舅妈把房门上了2道锁，带着我重新回到席面。大哥已经被婆娘们包围了。玩电脑怎么赚钱喽？到底1个月赚好多？我儿子初中毕业也能赚这个钱不？刘才，我们娘家有个侄女，今年22岁，大专毕业，好漂亮的，我介绍给你。我也有个外甥女，今年20岁，是个幼师，条件很好的。她1.75米，130斤的人，混在一堆婆娘里，显得弱小又无助。婆娘们还在争先恐后推销自家八竿子远的女娃娃。这时，大哥推了推眼镜，低声说：其实我已经有对象了。什么？舅妈平地一声吼。大哥的对象是他在作者群里认识的，是个业余作者，马上读大4了。舅妈很狐疑：你不会被人骗了吧？他要你买茶叶了吗？我们村之前有个男孩找网恋对象买了100多斤茶叶，花了5、6万，最后分手了。所以村子里的人都知道，卖茶叶的女友不能要。没有，我们是过频见过面的，我还有他照片。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证件照，女孩很干净，笑起来2个酒窝，眼睛亮亮的。婆娘们遗憾不已。
仿佛错过了1个亿。可明明不久前，他们还很是瞧不上大哥，觉得他烂在家里不赚钱。也是很久以后，我发现有个词很适合大哥，社恐。他看上去酷酷的，话很少。其实是因为他不擅长，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。更多时候，他都沉浸在自己的2次元世界里。大学期间，偶然间我得知了大哥的马甲。他是一个乡村文作者，粉丝数还不少，写的是乡村神医、乡村神算之类的，还挺受欢迎的，难怪这么赚钱。宴席结束，生母离开时还假惺惺的：“三妹，你别误会妈妈，妈妈还是在意你的。”生父咬牙切齿：“没良心的东西，当初就应该把你淹死在粪缸里。”我微微笑着，可惜我活下来了，还活得好好的，以后还会越来越好，而且这份好跟你们没关系。生父差点气死。大姐很不赞同，爸爸妈妈也有难处，你也要理解理解他们。我问他，现在政策允许生3胎吗？他微微叹气，总要生个儿子，不然你姐夫和他爸妈那边没法交代。2个侄女穿着破旧的衣衫，怯生生地看我。大女儿跟当初的我差不多大。我问大姐，4岁那年，你带我进山捡蝉蜕，后来走散了，我没回去，你为什么没来找我？大姐嘴巴微张，有这回事吗？我不记得了。你看，他们与你刻骨铭心的痛，与你毕生难忘的惶恐，却轻飘飘地说一句，我不记得了。但我记得。我轻声说，我如果留在张家，可能会死在4岁的大山里，死在7岁的高烧里，死在10岁的暴雨中。但我一定不可能以大学生的身份站在这里。大姐，不要自欺欺人，他们到底爱不爱我们这些女儿，你心里真的不知道吗？又或许，大姐作为长女是得到过爱的，但我作为第3个女儿，真的没有被爱过啊。大姐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，虽然大哥说可以帮我出学费，可我还是贷款了。他于是给我买了个智能机作为奖励。学校就在省会，坐大巴不过2个小时。舅舅舅妈却坚持要送我去。二哥翻白眼，我当初去报道，你们一个都没送，我就是自己去的。舅舅一巴掌拍在他背上，你一个男娃，要送什么？你妹妹是女孩子，跟你能一样吗？其实后来有个词也很适合舅舅，女儿奴。他对2个哥哥缺乏耐心，但跟我说话从来温声细语。出发前2天，舅妈买了染发膏回来。刘珠，你帮我把头发染染，你看我的白头发比黑头发都多了。膏体味道刺鼻。搅拌时我轻声说，不用染，舅妈你这样也很好看。舅妈揽镜自顾，那是自然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10里8乡一朵花。但过几天要送你去学校，染一下，免得一头白发被别人家长比下去，给你丢脸。怎么会呢？舅妈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家常，你是天下最合格的妈妈。染完还剩下一些，舅舅正好回来了。他摸摸头，别浪费了，给我也染一下。二哥靠在门边，翻着白眼酸里酸气，2夫妻还打扮上了。宿舍是6人寝，舅妈给我选了个靠里的位置，靠窗户冬天冷，靠门对堂风，半夜说不定还要起来给别人开门，这个床铺好。舅舅给我去买日用品，舅妈给我铺床。隔壁铺位的阿姨说，你女儿长得像爸爸哦，跟你倒是不怎么像。舅妈铺床的动作一读，她是我外甥女，我是她舅妈，肯定不像。阿姨神色一怔，似乎好奇为什么是舅舅舅妈送过来，但却莫开口。我走过去帮舅妈牵住被子角，语调清晰开口，我是舅舅舅妈养大的，
舅舅舅妈就是我的亲爸亲妈。那一瞬，舅妈握住被子角的手狠狠抖了下。好几秒后，她重重点头，没错，刘珠虽然不是我生的，但是我嫡亲的女儿。二哥本来就想考研究生，但是考虑到家里情况，犹豫不决。眼下大哥给他吃了定心丸，他开始全力以赴准备。他脑子一向聪明，那时考研还摸那么卷，相对来说，录取率比高考要高。他顺利考上了浙大的研究生，不需要学费。他导师选得不错，每个月跟着做专案，还有补贴。养活自己之外，还有闲钱给我买生日礼物。我念大学期间，50多的舅舅居然跟着人学电工，还把技术学会了，跟着装修公司干。不是点工，是包干，做一家算一家的钱。舅舅人勤快，干活细致，一个月下来能赚万把块。舅妈跟着舅舅四处，有时在超市当理货员，有时去饭店打工，总之也没闲着。一家人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。舅舅想把家里的老房子推掉重新盖，大哥二哥极力建议他在县城买房。家里房子以后没人住了，没有任何保值空间。那时舅舅吸着烟，慢慢说：“我跟你妈住啊，以后你们回来了，不得有个窝吗？城里再好，我跟你妈的根也还是在村里。如今村里家家户户都是楼房，只有我们还住着老平房。这些年，舅舅舅妈不知被村里人取笑了多少次。建一栋新楼房，或许关乎的不只是养老，还有面子和底气吧。大二的寒假，大哥女友要登门了。为了迎接她，大哥带我去县城采购。没想到碰到了他前女友。算算日子，他们分手正好3年。前女友手里抱着个孩子，约莫1岁多。天空下了细雪，两人站在服装城门口，就这么闲聊了几句。你现在结婚么？快了，我对象过几天会来我家。还在厂里上班吗？么，我现在是自由职业，在家赚钱。前女友沉默了下，那你出得起彩礼不？大哥笑了笑，我对象说他家不兴这个。前女友的笑容如此苍白，那就好，祝你幸福。天太冷，他怀里的孩子闹腾起来。他哄着孩子，大哥与他道别。擦身而过时，他轻声说：“刘才，对不起啊。”进了服装城，空调的热风扑面而来。大哥神色郁郁，我有些不高兴，你怎么不告诉他你现在赚钱了，打他的脸？是我当初不争气，也不能全怪他。说到底是没有缘分。他跟我谈恋爱那2年，也没给他什么好东西，其实也是受了委屈的。你看他现在的穿着打扮，想必过得也不太好。没必要再打击他了。我想，可能就是因为大哥能共情他人，理解他人，所以才能写好小说。大哥的情路还是挺坎坷的。大嫂是独女，又是大学生。一开始他家里是不同意的，后来大哥在省城首付买了房，又买了车。大嫂的表哥恰好是个网站编辑，知道大哥的名头。家里情况也与前几年有所不同。舅舅有一门手艺，家里没有外债。二哥是研究生，我也是正经大学生。未来绝不会成为大哥的累赘，而且还能相互扶持。如此几番折腾，大哥终于在30岁高龄得以修成正果。在村里，没有正经读大学的，早早都结婚了。大哥好多初中同学，孩子都小学4年级了。结婚敬婆婆茶那天，舅妈哭成了泪人。握着大嫂的手，刘才从小懂事乖巧，不爱说话。以后就交给你了，你们2个把日子过好就行。我跟他爸爸
不用你们操心。大哥叛逆期那会，舅妈说一句，大哥顶一句，要不就是跟大哥说什么，他都当听不见。舅妈肯定忘了，自己那会恨不得拿刀剁了大哥。二哥研三，签了上海的一家国企，年薪很不错，而且工作满年限后还能帮忙落户。舅妈气死了，那么天远地远的，以后还能靠到他吗？这个儿子是白养了，他从小就调皮，跟花脚猫一样不着家。果然，现在走到天边去了。二哥拿起手机，要不我打电话跟对方说不去了。舅妈一把抢过他手机，你发什么神经？那么好的单位，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。我想早早毕业工作回报家里，但大哥二哥都鼓励我考研。现在本科学历也不算高了，你要是毕业后再考研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爸爸妈妈有我们，要你一个妹子操什么心？舅妈哼哼，你先去考，又不见得一定考得上。我问，万一考上了呢？考上了就去读，读研究生又不收学费，我跟你舅舅身体还好，管自己没问题。生母哀忧连天，还要读研究生，再读下去得26了吧？到时候都是老姑娘了，还嫁得出去吗？我看还是早点出来工作赚钱是正经。我朝他翻了个大白眼，我读不读书，嫁不嫁人，关你屁事。专业老师是二哥帮我四处问人选定的，我早早就跟他联系，最后也如愿以偿成了他的学生，也因此认识了梁成，我的师兄，后来的男友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们一起留在了省城。其实外地有更好的机会，可是我不想离舅舅舅妈那么远。工作2年，结婚提上日程。那时舅舅的背已经弯了，舅妈的头发也没剩下几根黑的。梁成知道我的身世，我们一起攒了20万。我把银行卡给舅妈，当初说好的彩礼都给你跟舅舅，这里是20万。后来我们房子装修时，舅妈把那张卡拿了出来，这里面的钱我一分也没动。你们先拿着用，我跟你舅舅现在还能管住自己，等以后赚不到钱了，再找你们几个子女要。梁成家条件尚可，婚礼定在省城的酒店。生母可能是老糊涂了吧，居然跑来跟我说，我是你亲生妈妈，到时候我跟你爸爸上台，让女婿给我们敬改口茶吧。我直接送他一个滚。仪式那天，司仪让我跟梁成给舅舅舅妈敬茶。梁成毕恭毕敬叫了一声爸妈，我也跟着叫了一声爸妈。舅舅舅妈不，以此为契机，我便改了口，从此都唤他们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当时热泪盈眶，连连点头回应。爸爸握着梁成的手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妹子，你要答应我一辈子都对她好。妈妈低下头，从口袋里翻红包。她的头发是新染的，但发根还是能看出一圈的白。她把厚厚的红包递给梁成。刘珠小的时候不知吃了多少苦，你既然娶了她，就再也不能让她吃苦，晓得不？我眼含热泪，与梁成一起朝2人磕头谢过养育之恩。是有生恩，亦有养恩。于我而言，养恩远远大于生恩。小时候，我经常做噩梦，梦见自己在那片密林之中，被无数的蝉蜕包围着，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去。后来，噩梦渐渐离我而去，是从何时开始的呢？或许是在舅舅第100次给我带零食的时候，或许是在舅妈无数次谩骂，却依然为我留热饭热菜时。是他们的爱，是哥哥们的爱，让我走出了4岁的密林，拥有了无限广阔的天空。后记：大学期间还发生过一些小事。二姐就比我大2岁，
我读书时，他在外面打工；我升学宴他没回，但大一的寒假他回来了。他送了我一条银项链，作为庆祝我考上大学的礼物。他一番心意，我便收下了。然而没几天，生母来走亲戚。他说那条项链是二姐买来给他的，不小心送给我了。银项链能值多少钱？他居然巴巴的来要回去了，简直离谱至极。项链我自然还给了他，从此对他越发厌恶。我读研期间赶上妈妈60大寿，我省吃俭用做兼职，给他买了一条金项链。这就是女儿和儿子的不同。两个哥哥都是直接给钱，不会想的这么细。妈妈骂了我一毒，浪费这么钱干嘛？这项链多贵啊！午饭后他就戴上，在村里到处乱窜。我家刘珠，细妹子做事没得章法，天天辛辛苦苦做兼职，就为了买条这么贵的项链给我。我平时也没的机会戴。你看他是浪费钱不？你们家妹子也给你们买金项链吗？得罪了一大串婶子大娘。生母后来也看到这项链，嫉妒的不行。话里话外，她也缺那么一根。我笑了笑，那年二姐不是给你买了一条银项链？她脸上的笑维持不住，讪讪走了。我们兄妹3个都走出了村里，爸爸妈妈却留在了那里。除了需要他们搭把手看孩子，他们会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，其他时候他们更愿意待在乡下。好在后来有了微信，可以天天打视频。爸爸的微信用不好，妈妈倒是得心应手，每天都在家族群里发各种冒牌专家的知识，类似年夜饭有讲究，这3道菜别上桌，家长要谨慎，一个动作避免酿成悲剧。天天喝一口，孩子不积食，孩子啼哭不止，可能是这个在作祟。有次二哥和我都出差，在沈阳居然碰到一起。二哥给妈妈发视频，聊了几句后，他问我爸呢？镜头一转，爸爸在看新闻联播呢，远远跟他招招手。哪怕身处山村，他也天天关心国家大事。二哥又说，妈，我这次出差跟刘珠碰到一起喽，我们正一起吃晚饭呢。只见镜头里小小的爸爸马上站起来，一张大脸迅速贴在了镜头上。刘珠也在呢。你们在哪里出差？他絮絮叨叨问个不停。二哥快酸死了，爸，你实话告诉我，刘珠是你亲生的，我才是抱养的那个吧？爸爸不耐烦，你往边上点，你挡着镜头了。二哥差点气死。他吊儿郎当的，婚事一直没有着落。妈妈很着急上火，每次打视频必催婚。到了30岁这年，他总算谈了个对象，是个比他大5岁的学姐。超玉，工作能力非常强，收入是二哥的3倍。妈妈不满意，这么大，孩子都不好生了吗？而且你二哥在他面前跟哈巴狗似的，我都不敢这么使唤我儿子。二哥横他一眼，我的事情你别管，我追了好多年才追到的，你们要是给我搅没了，这辈子我就不结婚了。结婚的时候，二哥嘴快咧到后脑勺了。太好了，我牙口不好，这辈子软饭是吃定了。大嫂性子绵软，二嫂雷厉风行。妈妈年纪渐大后，家族里有什么事都是二嫂拿主意。妈妈慢慢接受了这个儿媳，甚至在村里炫上了。我那个二儿媳花钱就是大手大脚，给我买个什么洗脚盆，几千块；买个按摩椅要上万。我们田地里做事的，哪里用得着这个？带我去买金项链，选一条链子比狗链子还粗，这要挂在脖子上，脖子都要拗断。会赚钱，也不能这么浪费是不？我总是提醒他，这样下去
可能没人愿意跟你聊天了。他不以为意，他们都这样啊，你张婶子儿媳妇给他买个金镯子，他跟我炫耀了800遍。这就是普通的父母吧。他们其实也不缺这点东西，但是子女惦记着他们，对他们好，他们就开心幸福。这也是他们挺直腰杆的资本和底气。跟大姐不同，二姐最后没有听从生母的安排，她跟着自己男友跑了，2年没有音讯。后来过年抱着孩子回来了，生母气得哭天抢地的，骂她不孝，骂她白眼狼，骂她狼心狗肺。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孩子都生了，也不可能再卖个好价钱，只能不了了之。生母也试图从二姐身上搜刮，二姐不惯着她，母女2个关系冷冷淡淡的。倒是二姐后来也在省城安家，跟我的走动变得多了。我30岁生日时，二姐送了我一根金项链，补给你的。原来银项链的事，她一直是知道的。那天我们喝了不少酒，她面色酡红，双目氤氲地说，跟你说一件好笑的事。自从你考上大学后，妈和爸不知说过多少次，说我不听话，不聪明，早知道当初就把我送走，把你留下。二姐说得轻描淡写，可我能想到她每次听到这样的话，心里会有多难受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如果我留在张家，考上了一中也不会让我去读，更别提读大学读研究生了。二姐你现在过得也很好，你其实比我更厉害呢。在生父生母那样的洗脑下，她没有像大姐那般被同化，始终坚持了自己，摆脱了生父母，凭着初中学历，有了自己的一番天地。其实她的人生才值得大书特书吧。生母对张伟寄予厚望，在她看来，我既然能考上大学，那张伟必然不在话下。毕竟张伟是太子，那必然是集天地之精华于一身。然而张伟连一中都没考上，生母想凑赞助费，可张伟的成绩差得太多，交钱一中也不收。后来去念了一个中专，也是天天吃喝玩乐。毕业进厂后，上班3天打鱼2天晒网，眼高手低，1年的时间有大半年闲着。生母生父着急上火，但有什么办法？这可是张家的皇太子，还是得供着呀。我生下娇娇时，张伟还没结婚，生母给他相了好多个对象，最后都没成。或许他会打一辈子光棍吧，谁知道呢？反正跟我没关系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